好的，还是劝你爷爷办一办生日宴吧。人生也就一个80岁，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有80的呢。我80岁的时候就办了寿宴，90岁也要办，要是能活到100岁就更不用说了。老太太说是90岁，却是虚岁，周岁还不足90岁的，所以还没有办90岁寿宴。战奶奶心态好，身体也很健康，能活到100岁的战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办90岁寿宴，可得请我呀。老太太笑道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请帖。两个人聊得欢，战月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，他就默默地陪着，听着他们聊天。奶奶是个很难聊的人，聊着聊着，又换一个话题，就是医理。他老人家都能和曾小雅聊上半天，在院子里闲逛了1个多小时，老太太才回屋里休息。他老人家习惯了午休，一天不午休都不行。老人家午休了，海彤和宁云初等人便负责招待曾小雅，免得曾小雅无聊又尴尬。晚上要下厨的战月已经开始准备各种食材了，他的厨艺比不上六哥，但也比很多男人要好了。他给曾小雅烧一桌子好菜，保管曾小雅吃过后直夸他的厨艺好。等他在万盛花园的房子装修好，他搬进去住，与曾小雅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他可以天天做好饭菜送给曾小雅吃，养熟了他的胃，别人就抢不走他。等大厅里只有海彤和宁云初妯娌陪着曾小雅时，海彤以打趣的口吻小声对曾小雅说道，小雅，我看奶奶很喜欢你，我们三叔三婶也夸你是个好姑娘，他们阅人无数，眼神毒得很，他们夸你好，你就真的好，这个你不必谦虚。曾小雅吃着葡萄，彤姐，你过奖了。倪云初说道，小雅，你别谦虚，你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好姑娘，听说你还单着，我们俩想给你做个媒，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们给你介绍的绝对是个优质男，各方面都很不错的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给你和那个优质男牵红线。海彤也笑着说道，是呀，我们是过来人，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，我们真帮你看中了一个优质男，想当一回月老，给你们牵红线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安排了，要是不乐意的话，也没事，就当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过。不过你以后若想恋爱了，可以找我们，我们帮你介绍真正的优质男。曾小雅刚吃完一颗葡萄，很甜。听了妯娌的话，曾小雅愣住，嘴里的葡萄是什么味道，她都不记得了。好半天，曾小雅惊讶地问，两位姐姐说给我介绍男朋友？妯娌俩都点了点头。这个，两位姐姐，你们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哪敢劳烦你们给我介绍男朋友呀？小雅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跟你一见如故，早就把你当成朋友看待，看到你整天忙于工作还单着，就想给你牵红线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随时能帮你牵线的。曾小雅看看海彤，又看看宁云初，见两人都是很认真的样子，曾小雅放下了手上那串未吃完的葡萄，说道，谢谢两位姐姐这么看得起我，但我现在真的无心恋爱。你是无心恋爱，还是心里有人了？要是你心里有人了，我们就不多事了。海彤问道。曾小雅本能的想否认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她的脑海里竟然掠过了战月那张俊脸，她吓了一跳，赶紧摇头，说道，我跟初恋男友分手后，这么多年都处于感情空窗期，目前的确没有男朋友，彤姐，我是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恋爱的。海彤笑道，巧的是，我们想帮你牵红线的那个男人，工作也是很忙的，只有周末才能休息休息。你周末一般都能休假1天吧？你们就周末约会，一起逛逛街，吃点东西，看2场电影，或者在管城自驾游，也能培养感情的。曾小雅还是坚决的婉拒了，谢谢两位姐姐，真的不用了，我暂时还不想恋爱。你不问问我们要给你介绍的男人是谁吗？倪云初问他。曾小雅不感兴趣地道，
我不想恋爱，就不想知道他是谁，以后都没有机会交集的，何必去打听人家是谁？妯娌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海童说道：好吧，既然你现在还不想恋爱，那就算了。以后你想恋爱了，跟我们说，我们保证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的。好，曾小雅笑着应了，其实没有将两人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去看看老八准备的怎么样了。海童起身就往厨房走去。战月没有听到厅里的对话，看到大嫂进来，他说道：大嫂，我自己能行，不用你帮忙的。不过真要帮忙的话，能叫我大哥二哥来帮帮忙吗？他可不敢使唤嫂子们，但使唤哥哥们他还是很有胆的。海童说道：你两个哥哥都在你的书房里，好像在谈什么项目的事，孩子们午休后他们就忙着工作上的事了。放假是人放假了，心没有放假。你说过的要亲自下厨烧一桌子好菜招待小雅，你还是自己忙着吧。战月，大嫂这是给了我希望又让我失望呀。海童笑，他看了一下战月已经准备好的食材，我们托小雅的福，今晚能吃到大餐了。大嫂别这样说，你只要想吃大餐，跟我大哥说一声，保管让你每餐都能吃上满汉全席。大嫂不喜铺张浪费，在家里吃饭一般也就是3菜1汤，菜的量还不能太多，太多的话3菜1汤都吃不完，怕浪费了。刚刚我和你二嫂说给小雅介绍个男朋友。战月霍地转身瞪大眼，差点低叫了：大嫂，你们明知道我喜欢小雅，怎么还能给小雅介绍男朋友呢？她答应了吗？瞧把你急的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了，怎么可能把你的心上人往外推呀？我们其实就是想帮你戳破那层纸，是要将你介绍给他的。战月松口气，还好是吓他的，不过小雅拒绝了，她连问都不问一下我们要给她介绍的男人是谁。她说暂时还不想恋爱，我问她心里是否有人了，她否认了。不过在否认之前，我看她明显犹豫了一下，她心里可能有你的了，就是还没有确定对你是否真有感情。战月从惊到喜，只需大嫂几句话：老八，你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相信你明年就能抱得美人归的。战月笑道：我还以为大嫂说我今年就能抱得美人归呢。今年都快结束了，这2、3个月，你顶多就能让她成为你的女朋友，她还得和你恋爱一段时间，继续考察你以及你背后的家庭。好吧，是这样子，她现在对我都还没有完全信任，就算我向她表白，她估计都不会答应。她可能觉得我们两家的差距有点大，慢慢来吧，我是不着急的，反正我有目标了，你们也不会催我婚。战月是一点都不着急，奶奶那么着急，她都不急，慢慢来。用她的话说，她有了目标对象，家里长辈不会再催她的婚，她有把在明年底之前能将曾小雅娶进门，认定了曾小雅就是她的妻。大嫂，有件事还得你帮帮忙。海童问道：什么事？只要大嫂能帮上忙的，一定帮你解决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老神医回来过年了，你帮我和军大哥说一声，我想带小雅去拜访一下老神医和程医生。小雅是他们师徒为偶像，你和晴姐是好友，由你帮我说一声，晴姐就会给我这个面子，我主动去问，总觉得有点冒昧，也担心晴姐会拒绝我。这件事呀，容易得很，不用等过年，下次老神医回来了，征求过他老人家的意思了，他同意见小雅，就安排你们过去。我也有玲玲的微信，跟他说一声都可以了，按理老神医不会拒绝的，两家来往密切，关系那么好，曾小雅只是想见一见偶像，老神医应该会同意，他想见玲玲就更容易了。下次玲玲过来帮奶奶检查身体时，我们自是要好好招待她，你再带小雅回山庄里吃饭，自然而然就见着了。程玲玲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管城一趟，打着是给战家老夫人检查身体的名义，
其实是给他自己放个假，不用帮人看诊，不用带娃。战月笑，是哦，我都忘了这一点。我跟小雅说，会让奶奶或者你帮忙介绍一下，让她和她的偶像见一面，她很崇拜老神医师徒。放心吧，这件事准能成的。见不到老神医，玲玲是一定能见到的。老神医早已退休，退出江湖了。他现在一心就是带孙兼教导徒孙龙庭，不理世事的了，也不怎么见外人。很多人都知道老神医经常会住在君家的风尘山庄，前往拜访的人多了去，但老人家不喜欢被人打扰了，一般都是拒绝见外人的。君家人当然也尊重老人家的选择，每次有人求到风尘山庄门外，他们都是先问过老神医的意思，老人家不想见的人，绝不让他们踏进风尘山庄半步。老神医愿意见的话，才被允许踏进风尘山庄。前往求见的人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与君家有无生意往来，君家人从来不说，不想让老神医看在他们的份上，勉强见来访者。君家人的尊重，家是程玲玲又是君家的四少奶奶，老神医才喜欢住在风尘山庄。对外孙君飞也是真心疼爱着，简直是为眼珠子，疼之入骨。程玲玲总是吃味，说她生的儿子就是跟她争宠的。师父原先是她为眼珠子，两人既是师徒，亦是父女，当有了下一辈时，隔辈亲在老神医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若是君飞有点不舒服，或者是摔伤了，老神医知道了，能马上坐飞机回来，将爱徒夫妻俩骂得狗血淋头。程玲玲都说了，若是将儿子也交给师傅带去药蛊，君飞怕会被师傅宠坏了。对徒孙龙庭又不一样，老人家虽然也很疼龙庭，但对龙庭却格外的严格，因为龙庭要继承师门的，又要报血海深仇，肩上的担子太重了。君飞却是富二代，家里有钱有势，从出生开始就是活在爱的包围圈里，又不是长孙，不必背负接班人的担子，比龙庭不知道轻松多少倍。老人家就觉得君飞只管快快乐乐的长大就行。是哦，程医生下次过来时，我就带小雅回山庄吃饭，只要说是介绍他和程医生认识，他会很乐意跟我回山庄的。说到这里，战月都有点不自信的道：大嫂，我都要担心小雅愿意和我打交道，是为了能见到她的偶像。海童好笑的道：怎么会？他能分得清楚的，并非是利用你，他愿意和你打交道很纯粹，就是你们俩聊得来，彼此合眼缘。咱们老八这么优秀，自信点，你不够自信的话，很容易被你的情敌钻了空子，打败你。提到情敌了，战月就满不在乎的道：凭林医生哪是我的对手？林医生对小雅的感情也不是完全没有杂质的，小雅看得清清楚楚。况且林医生对他诊所里的一名护士也有点感情，也就是说他在追求小雅时，也是那名护士为备胎做着两手准备呢。他们俩还同床共枕睡了一个晚上，小雅都知道的，他绝对不会接受他的林学长。我轻轻松松就打败情敌。听他这样说，海童说道：那你继续表现，让小雅和曾家所有人都看好你，你就成功了。万盛街的铺租以后交给你去帮我收吧，不要一天就收完，一天就收几家的，这样能收足一个月，一个月收完了，下一个月又重新开始，你就可以天天去万盛街。记得收现金，就说是我说的，我要现金，那样你帮我收租才能光明正大的。战月笑：谢谢大嫂给我这个工作，我一定会帮大嫂完成的。二叔二婶是过来人，也阅人无数，他们早就看出我对小雅的感情了。